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面具人。今天是2021年的5月3号，星期一。今天咱们来聊3件事啊。来看今天的标题：房东市场被监管，房租共有资金要上交，二手房不能买也不能租，人才买房继续收紧，好日子来了。通过王靖宇事件谈一谈理想主义究竟能不能反共。好了，废话不多说，直接开始讲正题。节目开始之前呢，新来的观众朋友们就请点击屏幕下方的点赞、订阅小铃铛，这样呢，你们就不会错过面具人每一期的精彩节目了。好了，先来说第一件事儿啊，这个事儿面具人在去年，尤其是最近的一期节目，2个月前左右吧，我就讲了共产党肯定是要接管租房市场的事儿了。结果呢，你看共产党做事的效率高不高？先给大家听一个新闻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6部门联合印发了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关于加强轻资产住房租赁企业的管理意见，对从事转租经营的轻资产住房租赁企业的行为进行规范，咱们就简称意见啊。共产党的意见是什么意思？大家也应该都懂。共产党的意见就是命令，对不对？出台这个意见的背景是，党给的理由是这样的：近年来，我国住房租赁市场发展的速度明显增快，市场主体总体平稳，为解决居民住房的问题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同时呢，部分从事转租经营的轻资产住房租赁企业，利用租金支付期限错配建立资金池，控制房源，哄抬租金，甚至利用承租人的信用套取信贷资金，变相开展金融业务。近期，少数住房租赁企业资金链断裂，严重地影响了住房租赁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比如之前的那个贝壳租房，还有等等很多的公司啊。党说这个话的意思就是民间住房租赁机构危害老百姓的利益了，必须要由国家监管。面具人，我觉得吧，这个私人企业它虽然有违规的行为，但是呢，这个违规行为并不是你国家垄断的理由。有违规行为，你就治理它的违规行为就行了。但是呢，国家要垄断，他这个意见给出了7项要求，面具人就不一一念给你们听了，我把这中间最重要的、最蛋疼的几条讲给你们感受一下啊。这个意见要求加强从业管理，从事住房租赁经营的企业和转租住房10套或10间以上的自然人啊，也就是说，他面对的不仅仅是企业主，个人也算。应当依法办理市场主体登记，并且在开展经营性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推送开业信息。听懂什么意思了不？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推送开业信息，就是无论你是机构还是说个人的那种城中村的一个院子10几间房子的，你们想要干租房的这个事儿，首先从宣传口你就必须要通过城乡建设部门推送你的租房信息。这是不是算政府部门来主管租房的房源发布了呢？来听下一个规定啊，意见要求开展住房租赁的资金监管，企业单次收取租金超过3个月，或者是押金超过1个月的，应当纳入住房租赁资金监管账户。住建部门会同金融监管部门建立住房租赁资金监管制度，强化日常监管。那这是什么意思？大家想一想啊，现在收房租基本上都是3个月一收，有些呢还甚至要半年、1年一收的呢，对不对？然后呢，这个要求就是收3个月以上的租金，就要求全部交到政府的资金监管账户。等于就是由政府统一监管、统一调配，从你的房源发布到你收取的租金，全部都是由政府来管。可能很多百姓会觉得，哎呀，3个月以上就要监管，那这是好事呀，这不是逼房东们收3个月一交的就玩不成了，只能1个月、2个月交一次租金的吗？
哎呀，好事儿呀，缓解资金压力了呀。大家是不是忘了还有数字人民币的存在呢？数字人民币可是能打通所有的什么房地局、银行、警察局、股票、保险、工资等等所有的领域的。那你们知道这对党来说是意味着什么不？党就根本不会在乎你是1个月一交还是1年一交。大数据模式也可以直接开启上帝之眼自动划扣，老百姓根本就没有自己的自主资金空间。所以呢，1个月一交还是半年一交、1年一交，这种事儿对党来说没有意义，它随时都能扣，不怕扣不出来，因为你用的钱全部都是数字人民币。以往老百姓要求什么3个月一交、半年一交，或者是交押金，这就是一种信誉保障，怕客户接下来的几个月内拖欠租金，甚至呢这个转租，或者是有一些违规行为破坏房子里面的结构，然后呢他就要扣押金嘛，对不对？3个月一交、半年一交、1年一交，这样也方便资产汇聚，因为一次性收得多嘛，就算你是房东，你也愿意这样玩，是不是？可是呢，数字人民币出来了以后，就是全部自动化管理，自动划扣，不用怕拖欠的问题。那对党来说，党掌握数字人民币，掌握公权力，他不怕你是1个月还是半年还是1年一交，想半年了半年，想1个月了1个月，想1天了每天都可以自动划扣，听懂了没？这还不算啥，其实早在去年9月，住建部就出台了住房租赁条例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里面提到了4类不能出租的住房。这个事情在去年还是征询意见的状态，没有强行实施，还在温水煮青蛙、心理按摩的阶段。大家仔细观察党说的这4类是直接不让租的就是说你连什么搞监管、账户收钱的机会都没有。哪4类？我告诉你，只要是你妨碍到了党的利益了，你就是4类4害，违法的。我们先来看看党对这4类的规定是什么。第1类，不符合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的住房，住房质量是最重要的一环，质量不好的房屋可能会危及租客的生命。一般来说，住房质量会按照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进行检测，其中对于住房的防火、抗震、勘探等10个方面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如今开发商新建的房源基本上都是能满足要求的，这句话是关键听懂了没？如今开发商新建的房源基本上都是能满足要求的，也就是说，你从今往后买的新房子，你才可以用来以后做租赁生意，用来做什么赚房租、资产保值之类的事儿。可是呢，你之前买的开发商开发的房子就不一定了，能不能租要看党的心情，党给你定不定违法。来继续听租客需要注意2类房源，一是年久失修的老旧住宅，老房子2是房东自己盖的违建房，比如城中村的那种，或者农村的自建房。你看这个范围大不大？他的理由是，由于缺少相应的安全检测，因此呢，这类房屋可能会存在一些问题。面具人，我听到这句话了以后我隐隐约约会感觉到接下来的事态可能会发展得更严重，因为什么老旧房呀、二手房呀、农村的自建房，他给出的理由是缺少相应的安全检测，那以后是不是都要给挨个检测一遍，收个什么检测费、检测证之类的？或者是再严重下去，直接定你这个房子就是住不成，危害人们生命了，要强拆推倒，这些都是有可能发生的来继续听党规定的第2类不符合室内装修国家有关标准的住房。室内装修同样十分重要，按照正常的情况，
一般家中新装修会搁置几个月，保持通风，让有害物质散掉。但如今很多炒房客买完毛坯房，简单的装修一下就立刻用于出租了，希望快速的回笼资金。但装修材料中存在很多有害物质，比如甲醛、苯胺等污染物质，因此呢，租客住房不要仅仅凭借着房屋有没有刺激性的气味作为评判标准。有条件的话，应该带上专业的检测人员或者是专业的设备进行检测。一旦发现有害物质含量超标，可以要求退房租。这句话当中啊，有一个关键点，就是面具人我脑洞了一下啊，咱们大家打个赌，看看这个事情接下来会不会发生啊？那就是以后你的房子想要往外租，你就必须要办个什么合乎标准证、检测证，要交检测费。不交的话，你这个房子就是违法违规，不能往外租。面先知，我这句话就放到这儿了，大家可以拭目以待，看看这个事儿会不会发生。如果发生了，别忘了回来给这个视频点个赞哦。来，继续听啊，他说的第3类就是厨房、卫生间、地下储藏室等非居住空间不能出租。随着租房市场的发展，诞生了一种新型的房源，房东会将房子分隔为多个单间用于出租，也就是所谓的群租房。这类房源也是不允许出租的，因为存在着很大的用电火灾安全隐患，一旦发生火灾，自己遭受了损失，还会殃及周边的邻居。因此，新规规定，违者可能会面临对个人处罚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处以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更是会追究刑事责任。那这个就严重了，这个范围就广了。我们都知道，很多大都市，比如深圳、北京、上海、西安、重庆这些地方啊，有很多城中村呀，或者是集体住房，房东会把房子隔开，或者是很多人嘛，他打工，他没钱租好房子，只能租这种合租的房子，便宜嘛，对吧？有很多人在经营这个，有很多人也把房子专门的装修成这个样子。可是以后呀，你们都不能这么玩了。你们知道为啥不？因为国家现在大力的在推广自己的什么员工宿舍呀、公租房呀，你们赚的这个钱，国家以后要赚，你想赚是不是？让国家发现罚50万，爽不爽？来，继续听他这个第4类啊，设立了居住权的房屋不能出租。居住权是用益物权的一种，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对他人所有的住房及其附属设施占有使用的权利。也就是说，你住你爸的房子，你是不能租你爸的房子的。你住你姐的房子，你朋友的房子，或者是你的朋友委托你去租，都是不行的。也就是说，这个房屋一旦设立了居住权，那么受益方能够入住，但是不能将房屋进行买卖或者是出租等交易不能买卖，这个肯定是能理解的嘛。但是呢，你帮别人租也是不行的，要租必须房主本人才能租。你什么人在外地呀，在国外呀，委托你的朋友呀、兄弟姐妹呀、合伙人呀帮你租，以后呀都是不行的。此外呢，二房东原则上也是不能出租的，需要经过原房东的同意。租客也有权利取消租房合同。那二房东他没有权利租，这个面具人我是能理解的如果说和房东充分的沟通好了，那倒没啥问题至于什么租客有没有权利取消租房合同，这个都是扯淡。租客他住这儿住得很好，住得很安心，价位合适，他也不愿意去找事儿，对不对？谁没事有事喜欢搬家嘛，对不对但是党会给你一定的引导或者是条件，挑动这个租客斗房东。之前什么蛋壳公寓暴雷呀，各种暴雷是挑动房东对租客赶尽杀绝。
也确实人性的自私和黑暗是无底线的。确实，大部分的房东都是对自己的租客进行了赶尽杀绝式的这种驱赶，只有少部分的房东能够理解，能够协商。哎，这些范围听到了吧？这4类标准几乎就是囊括了现在所有的住房的范围。它这个规定等于是限制死了，目前啥房子都是违法的，都不能租，啥房子都不行，就是政府的房子不违法。你政府只是法律监管，懂了没？房子有问题是要交给质量单位去检测、改建、装修来解决问题的。这并不是你政府抢垄断民间生意的理由，听懂没？这种事儿说不成，党管一切嘛，啥都是他说的算。之前面具人是怎么说的？公权力制定法律，没有人去监督这个公权力的话，他说是啥就是啥。他列举的法律条条框框越多，老百姓也就是越这不能干那不能干，越来越民不聊生。可是呢，控制公权力的人，他是有绝对的权利，可以干什么不干什么的。说白了，有绝对的权利，他什么都能干哦。就像是政府的公租房绝对是好的，什么都有保障，就是你私人的房子这不行那不行。但是呢，大家有没有听说过这一句话，叫做绝对的权利带来绝对的腐败？就像是学校的公立食堂居然敢给小孩子吃过期的烂猪肉、臭肉、臭菜，各种公家单位里面的潜规则，腐败丛生。警察局的领导滥用职权，把人家女警睡了以后，反而这个领导成了被害者，这个被睡的女警成了害人的人，被判刑了13年。这些事儿呀，几乎就是每个生存在中国土地上的人都能略有耳闻的吧。公权力对阵没有民权的老百姓，你别说是民权了，甚至是中国人的生存权、物价的定价权、工资的定价权，什么都没有。这些事情都不是由民间的老百姓投票决定的，这些事情都是绝对的公权力来主宰的。在这种体制下的中国人是否能有完整的生存权，都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人都是自私的，掌握公权力的人，他可以随意的根据自己的利益制定各种各样的法律来剥夺老百姓的权利，就是这么的简单。现在国家也落实了关于完善我市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政策的通知，通知提到要强化人才购房政策的管理，享受市辖区人才政策的家庭和单身人士在购买商品住房时，需要提供购房之日前的12个月在人才认定所在区域内的连续缴纳的个人所得税或者是社会保险的缴纳证明，不得补交。你想要买房，你先要给党交社保再说，听懂了没？否则呢，你就得全款买。而且呀，这个交社保或者是交什么收入税，你必须还都得在党认定的单位里面，其他的什么单位想要招到人，想要符合这个资质，你还得通过党的认证，等于说共产党是多头通吃。不仅如此，现在各种各样的银行贷款的门槛也越来越高，你要么就是全款买，要么你们也看到了啊，现在就是逼你不买，你买不起算了，以后呢做房奴都不得，你就做租奴。这是不是印证了面具人我之前的预判呢？一样不一样？我当时就说了，共产党现在已经不怕你们不买房了，不买房也有办法治你们。我当时预判的准不准？老观众可以给我留言作证啊。说白了，你们就是瓮中之鳖。事情都已经发展到这个地步了，你们还妄图从共产党手里面卡点油水，沾点好处呢？共产党就吃准了你们的这种心态了。那说到这儿了，面具人要回应一个观众的要求，我的会员给我说的，希望我能够点评一下这个人。
和我刚才说的心态有一定的关联。这个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话题，心态。这位观众要求我讲讲前段时间被报道过的一个所谓的反共小伙王靖宇。这个小伙前段时间引起的报道还挺多，我来简单的说一说为啥这个小伙前段时间被媒体聚焦了啊。2月19日至22日，中国警方以侮辱诋毁英烈罪为理由，至少拘捕对此提出质疑的7个人。这个是要求跨国追捕的啊。那美国的永久居民19岁的王靖宇也因为在网上质疑解放军和印度冲撞的事情，在网上讲了一些话，而遭到了中国公安的跨境追逃。他在重庆的家人也都被喝茶了。他本人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专访时谈到了他为什么质疑，他心中真正的英雄是什么，以及他父母因为他而受到的牵连。我收录了这个王靖宇他当时的独白，大家可以听一听啊。他讲的可能会有点无聊，不过呢，你们应该期待一下面具人我的点评，这些东西是你们在别的频道听不到的。来，先听一下他的独白吧。因为这个中印边界这个争议问题是一个长久的问题。那么我认为那个有一方越界，你过去提醒没问题。但是不管是墙内的一些视频也好，还是说墙外的视频，我们都能清楚的看到以及听到这个所谓的团长在那里一句又一句的辱骂这个印度军人，他还把自己的翻译给骂了。他说你就把我的意思直接翻译给他，叫他滚。这个通俗的话说就是叫解放军自己挑事儿，人家把你给打了，那么你自己军事素质差，你被打伤了，被打死了。如果说中国的媒体，你要么就不报道这个事情，你要报道发生了以后就报道。我觉得他不应该过了那么多个月把这个事情拿出来报道，而且报道的那个内容完全是捏造事实的。我们不希望活在一个充满谎言的一个国家里面。这个蜡笔小球，我认为他不应该被捕啊，他并没有辱骂任何一个解放军，他只是对整个事件提出了质疑。我认为不仅是他，任何一个中国公民都有这个权利。中国宪法自己讲的啊，我们有言论自由啊。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国家做的事情，更像是一些帮派啊，更像是一些土匪窝里面啊搞的事情。大概是在事发那天晚上的6点30分左右，有秦家岗派出所的3名警察以及穿着便衣的一共6名警察前往我重庆的住址。进去先把我的父母给使用手铐制服住，然后把我家里面翻了个遍，把我家里面的台式电脑、我的 iPad 全部给收走了。然后他们先是把我父母带到派出所盘问了大概4个小时以后，把我父母先行放回了家。然后到了今天早上又把我父母抓走，然后晚上放回来，就这样折磨我的父母。我说就叫抄家，他们讲的叫正常搜查。他带走了我家的一个玉石，带走了我房间里面的一些外币钞票，而且没给我家人任何的扣押通知书。就是说要求我父母令我3天之内必须回国，否则会把他们刑事拘留。我认为他们不应该被叫做烈士。首先他们是军人，他们服从命令是天职，但是我认为在这个基础上也应该有自己的思考。这个事情由中方无故的辱骂挑起的，那么我认为这个就不应该算作烈士，只能是算作寻衅滋事之后不敌对方而战死战场。我认为叫做烈士就太过于过分。生活在中国大陆的人根本就没有办法了解到外面的世界相当于我们生活在一个无形的监狱里面。一个人从小打开电视、打开手机共产党好，习主席好军队需要你，军队好，他的整个思维都是跟着这个邪党在走。他能够说出什么清澈的爱献给中国，我认为我是能理解的，甚至我觉得他有一点可怜。我认为就是这个邪党害了他，真的。虽然我辱骂了解放军，但是我对战死在战场上的这4个解放军官兵，我感到很同情，同时我也感到很愤怒。造成今天这一切的原因，就是这个邪党把我们所有在中国大陆的中国人民困在了一个无形的监狱里面，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画上了等号。历史会记住正义的一方，这就是我的回应。不管你怎么辱骂我，不管你怎么骚扰我，说我是精神病，说我在欧洲是乞丐，在欧洲要饭说我什么为了发这些所谓的什么微博是为了去美国政治庇护，我只想说，我只想坚守我心里面的这个正义。我从2019年7月份就开始在 QQ 声援香港在海外的民运人士包括在美国大使馆外绝食抗议的王春苑女士我只想为跟我有一样志向的朋友，我想贡献一份力量，让更多的中国人知道这个中国共产党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政党，它怎么样窃取了中国的政权，我想让更多的人知道真相。昨天我收到了土耳其的电话以及保加利亚的电话，收到了所谓的死亡威胁，而且是当地的区号，我也比较害怕。我知道我在欧洲，甚至有可能我在美国我都不是安全的。中共是个流氓国家，他就会使用下流的招数让海外的一些人士来骚扰、来殴打我。我哪怕是出了什么意外我死在这里，或者我伤在这里了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还是会做这个事情。我想让更多的中国人知道，中国共产党不等于中国人民，我们生活在一个邪党的环境下，我们应该抗争我们应该像香港人那样抗争。后我就更坚定了，我更应该在海外继续的像墙内的，例如微博，例如抖音我会注册很多账号来发布这些事实真相，让更多的中国人清醒。我们应该联合起来打倒这个政党，就如同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讲的一样，中国共产党不能代表中国人民，他应该允许人民对他有不同的看法，而不能因为我们对这个政党、对这个所谓的军队有不同的看法，就轻则行政拘留、刑事拘留，重则就杀人灭口我就觉得这个真的太恐怖了，这不是一个国家，我觉得这是一个地狱。目前为止，我一共创造了大概至少有50个抖音号，有30多个微博号。都在宣传这些东西，虽然很多很快就被封了，但是在墙内也得到了一些认可的声音，我觉得我还是很值得的。哪怕我觉得我多让一个中国人清醒过来，对中国也是一个希望。听完了吧，面具人，我想说这些事儿呀，什么印度军队冲撞呀，中国人要有言论自由呀，中国人要知道真相呀，这些话呢已经说了几十年了。面具人，我个人是不认可这个观点的。首先呢，我在昨天的节目《品味鲁迅的聪明人、傻子和奴才》的节目中说到了供需关系是最重要的，你强行给予他不需要的东西，你就是傻子。王靖宇在谈到他的家人被怎样被喝茶，他被追逃的事儿，我也挺心动的，我希望他能够保重，多加小心。那么抛开这个话题，我们再来谈论营养价值这个王靖宇他的几个言论观点也是没有逃出书生造反、老民运的那些过于理想的陈词滥调。面具人着重点评3个点第一，比如他强调中国人要和中共应该分开；第二，中国人要知道什么是真相；第三，就是他通篇都在强调我认为，来一个事儿一个事儿的点评。第一点和第二点放在一起说吧。首先呢，强调中国人要和中共分离，这个观点过于理想化。中国人他不想跟中共分离，中共也不可能让中国人和中共分离。一个强大的强权在控制不住自己的老百姓，控制不住自己的人民，它还算是世界上最强的集权国家吗？中共和中国人是存在着相当大的利益关系的。刚才我也说了，大部分的中国人也都是指望着跟中国共产党赚钱捞油水呢。这个是核心利益问题，也是供需关系的问题。你们可以环顾一下你的四周亲戚朋友，至少大部分人是希望进入什么党企国企，对吧？因为里面油水多，能赚钱。就算是进不到国企，他也是指望着共产党能够给一个什么好的政策，对不对？反共人士为什么反不了共？就是因为共产党他知道中国人要啥，反共人士却不知道中国人要啥，所以你强行给予错误的供需关系，你就是傻子。这个王靖宇他强调中国人需要知道真相，来，观众朋友们，你告诉我什么是真相？这历史都是胜者书写的，全世界任何一个政府都没有真相，任何一个政权它都是沾满鲜血的，你们信不信？尤其是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没享受过什么权利，也没有过什么启蒙运动。中国人的思想一直都是比较原始、比较基础的。你告诉他啥真相吗？啥是真相？面具人，我来告诉你，啥对中国人是真相？钱对中国人来说就是真相。谁给钱，谁让中国人吃得起饭，谁让中国人有好生活，中国人就爱谁，谁就有真相。
中国共产党深深地明白这一点，而咱们民主人士呢，往往都是嘴上讲真相，私下呢却问他们的信徒、粉丝、观众要打赏、要捐款，赚他们的广告费，赚他们的会员费。面具人我也赚会员费了，可是我物超所值呀，我跟观众是有利益关系的，我的会员都落到好处了，他们是赚钱的，我不是无条件的要他们给我付出，懂了没？从利益供需关系来说，你一味的对对方索要，而他没有得到利益，那你反而就是累赘，拿人手短嘛。说难听点儿，给500块钱叫声爷，你明天就去广州街头举这个牌子，排队的人能排到2公里开外，你信不信？给他钱，共产党都骂给你看，你信不信？就是这么的简单。你说自由民主有真相吗？有没有？咱们来看美国的大选，老百姓选哪个政党上台，为的是啥？利益。选共和党，人家共和党减税；选民主党，人家民主党给高福利，这些都是利益呀。你让拜登、让川普他们天天高喊真相，他能拿到个屁选票？谁选他当总统呢？对不对？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来看，生活越是艰难困苦的人，他就越没办法去考虑思想层面的追求。中国人普遍高压贫穷，你让他想啥真相吗？他想的都是咋样多弄点钱，咋样明天能吃好点儿。中共没有突破利益底线，中国人和中共就是利益共同体。如果中共突破了这个底线，到时候谁爱中共谁恨中共都不用你们讲真相，自然就分清了。到时候呢，中共和中国人自然就分开了呀，对不对？任何政权能够成功，都是建立在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共识之上的。就像共产党号召打土豪分田地，华盛顿号称美国建国人民好生活，林肯他解放黑奴，对不对？他们的核心成功源头就是利益。你别说什么真相，就算是塔利班恐怖分子，他们够恐怖吧？你去给塔利班捐款几个亿，我保证他们把你当爷供奉。所以呢，你就别扯什么宗教、天主教、穆斯林信仰啥的，钱就是世界通用信仰，神父也要用钱买饭吃呀，没钱买饭吃，你说你饿死了，你啥都信不成。人呀，他只要是实体生物，他就必须要吃饭。对于信仰、宗教、文学、社会制度，1000个人心中有1000个哈姆雷特，每个人的想法都是不一样的，很难统一的。而利益这个玩意儿，你不用说，自动统一，大家都需要。所以共产党不管是什么非洲呀、中东呀、西方呀，各种各样的信仰宗教，它都能通吃。你看教皇不也要大额的捐款，教皇都要做生意呀，对不对？所以面具人我讲话就很客观，心理思想的节目我也是经常做的，但是我做的内容都不是理想化的，我做的内容都是实战性的，对个体提升是有好处的。比如如何让你变得更聪明，如何让你更加的成功，如何赚钱，对不对？我从来不说什么假大空的信仰啥的，什么文化呀、宗教呀、社会主义呀、资本主义呀、民主主义呀，这些都是扯淡。你有本事了，你赚钱了，你爱信啥信啥去。什么？你说你没钱？哦，你没钱，你没钱，过年家里面一桌子吃饭都没你说话的份儿，你的亲人都瞧不起你，你个垃圾。这人呀，他不是机器人，人都是有欲望的，每个人的想法都是不一样的，可是利益都是每个人的追求。谁天天拿什么信仰呀、追求呀给你洗脑，谁上台了，他都是高度集权的独裁者，因为他喜欢统一思想，知道吗？他不统一思想，他就管不住你。说简单点儿，老百姓有啥追求吗？很简单，吃好喝好生活好，剩下的才能追求思想层面的东西，对不对？好，咱们再来说说这个王靖宇的第3个特点。通篇他的讲话都在强调
我认为，我觉得，怎么说呢？这有些独裁了吧，有些霸道了吧？就像是我觉得好的东西，未必你觉得好，我想要的未必是你想要的，对不对？我昨天在心理学的节目中已经讲得很清楚了。这种人我可以认为他年轻，王靖宇他不懂社会，对吧？我也可以认为他的意识形态就是这种我认为的就是对的，我认为嘛，那我也可以认为习近平的我认为都是对的，是不是？任何人站在自己的主观立场都会认为我是对的。所以说什么信仰反共呀，真相反共呀，藏族反共呀，新疆人反共呀，台湾人反共呀，都是扯淡的。而且你过度强调这些玩意儿的话，甚至是有利于共产党维稳的。我说过，你只谈新疆人权、台湾人权、香港人权，你就是不谈大陆人的人权，反而会刺激大陆人的自卑反弹心理。同是天涯沦落人呀，都是被共产党镇压的人，何必生出二等人嘛？哎，可不，大陆人就是二等人呀。在大陆当二等人，不如新疆人，不如汉人啊。在台湾也当二等人，就连全世界谈大陆政权的时候，也只拿少数民族来说，搞得好像大陆人没被镇压一样，没被压榨盘剥一样。大陆人也惨呀，什么计划生育呀、反右呀、文革大饥荒呀，大陆人也是受害者呀，对不对？可是呢，大陆人现在为什么认为共产党好？为啥？利益。因为这些人他可能离了共产党，他认为就没有更好的路子了。他认为他在共产党的手底下能找到工作，有可能买得起房子，对不对？他认为国外世界没有这么好的利益，这也就是为啥共产党他建立防火墙的原因，对不对？你说什么历史真相呀？自由民主呀，言论自由呀，现在他们还达不到这个层次，他们要的就是钱，就是利益，就是好生活，懂了没？共产党把这一点看得很清楚，他就说了共产党养活了14亿人民，共产党给老百姓饭吃，听懂了没？共产党都比你们这些废物清楚你还反共呢，对不对？我来告诉你怎么反共，面具人，我教你怎么反共。你先赚个几百亿，然后呢，你去大陆撒币，一人发1万块钱去反共，这事儿就成了。听懂了没？1个亿能买1万个人，10个亿能买10万个人你有几百亿的身家，你能组织一支浩浩荡荡的大军，只要你发钱。听懂了没？可惜呀，如果你是几百亿、几千亿的大老板，那个时候你就不会反共了。你就忙着和共产党勾兑了，割老百姓的韭菜了。李嘉诚、马斯克、马云、塔利班不都是吗？更何况你现在还没几百亿，对不对？你有了几百亿，你愿意给别人捐款，让别人去反共吗？愿不愿意？你自称民主大师，反而呢，你现在还要割这些比你更可怜的老百姓、渔民的韭菜，把他们变得更傻、更蠢，然后给你捐款。什么上帝反共呀，神反共呀，神选之人、神造之人、神之子，来捐款，为了我们的信仰。所以说，你做不到的话，你也不要强行的去给别人扣锅。你做不到的话，至少还是老老实实的做善事儿，教中国人怎样增强自己的竞争力，怎样变得更聪明，怎样提高智商，怎样成功，怎样弄钱跑路，怎样才能不给共产党割韭菜，怎样才能不让共产党占便宜，怎样才能不为共产党做娼，这就是最好的反共了呀，对不对？在面具人我眼里面看来每个出国的人只要他不继续给共产党供血了，他就是最好的反共。有任何一个人他启蒙中国人，让他跑路也是反共。甚至在我眼里做移民中介的这些机构都是最好的反共机构。反正面具人我一直是在帮很多人达成这个目标，就连这个狗狗币，我当时咋说的？
我啥时候说的？年初吧，对吧？我当时说的是 0.06 啊，现在呢涨到3毛4毛了。我那时候让你们买狗狗币的时候是多少钱？6分钱，到现在3毛4毛，赚了8倍的钱，对不对？听我的都发大财了啊！我从去年都开始说，让你们赶紧卖房跑路，以后房子就卖不出去了，甚至租都租不出去了。去年开学季的时候，我说过，各个国家有可能会开放，让他们的学生过来赚钱嘛。那时候你们为什么不跑？跑了的人现在很安逸，对不对？你们再看现在房地产市场，房子越来越卡死人，对不对？那时候你舍不得，现在呢你也没得舍。我说过，数字货币共产党会暗度陈仓的推广，嘴上说一套，私底下做一套。你们不信，现在呢看到了没？悄无声息的，满地的商家都弄好数字货币了，支付宝都快给你停了啊！那我那个时候说的时候，你们怎么不转移资产呢？你们通篇的看面具人我的节目，我谈过什么真相吗？我谈过什么信仰吗？真不真相无所谓，赚钱才是首要的。就算你们这些渔民底层的傻子蠢货不明白，我们这些博主心里面明的跟镜似的。我们在这儿做节目是干啥吗？不就是为了赚钱吗？对不对？我们舔共也好，反共也好，舔川普也好，为啥？为的是市场定位呀。有人看我就会说，你喜欢听挺共的，我就说挺共的；你喜欢听反共的，我就讲反共的。为啥？利益嘛，对不对？真正的反共，你就是要站在利益战场上和共产党正面对决，否则呢，就是帮共产党维稳。听懂了没？不要再扯什么信仰呀、宗教呀、文化呀，我把话给你说难听点就是一个穆斯林，他再怎么谈信仰，来，给他10万，吃不吃猪肉？给他100万，吃不吃？100万不吃，1000万吃不吃？1000万不吃，1个亿吃不吃？共产党为什么能称霸世界？就是因为他明白这一点。我刚才也说到了什么狗狗币呀、移民呀、资产转移这些话题。面具人，我一直都在这方面去帮助更多的人我不存在什么渔民呀啥的，咱们呀是网友关系，并不是说我是你的主子，你是我的粉丝信徒，咱们在商言商就行了。人与人之间打交道都是要讲利益的，谁告诉你不讲利益？那都是扯淡。他不讲利益，他天天花几个小时做节目干啥？他天天给你费那么多逼话是干啥？对不对？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尤其是在什么网友、陌生人之间，没有利益的情况下，别人是几乎不可能会平白无故的帮你的。就算有这种人，你也未必有运气能碰到。听懂了没？所以说呀，做人还是要靠自己。当然了，别人帮你，你也要应该思考一下值不值。站在什么角度，基本的利益出发角度，你觉得你帮他，他帮你，你们都受益了，那面具人我是绝对的支持的，对不对？而如果你单纯的只是像中国的这些渔民呀为党无私奉献，或者是为了什么反共大业无私的捐款，我觉得还是在帮共产党维稳呢。你越来越穷了，你就越来越弱了呀，你越来越弱，你只能被共产党套牢。如果说你现在有办法弄个几十万跑国外了，那共产党的损失呀，是不是？好了，如果大家有什么理财、移民、转移资产，包括狗狗币的实战指导方面的问题赚钱的问题嘛，说白了或者是生活更好的问题，想要咨询面具人我的话，就请看屏幕下方的内容简介，或者是留言区有我的联系方式。那面具人最近也在整理相关的心理学资料如果有想要观看我的心理学的会员节目的，可以点击订阅旁边的加入按钮，加入面具人的会员，敬请期待如果认为咱们的节目能够帮助到更多的人，更加积极、更加强大的话，就请点击点赞、订阅、小铃铛，顺便转发。好了，我们下期再见。